今天我们来吃一个正宗东北黏糊麻辣烫，走着，先点麻辣烫吧，牛筋加玉米加鸡蛋加丸子，炸串点吗？他家炸串好吃，这个我都好久没吃这个了。鸡排，这是老板娘自己做的鸡排，有没有南方饭友不认识这个的？正常放，吃这东西一定要放白糖，糖才是灵魂。辣椒可以多来点，感觉这辣椒可香了。哇，2勺、3勺、4勺够了。咱俩的，你馋不馋？你多长时间都没吃这个了？找不着卖这种炸串的，太香了这个。我觉得我们每次来好像点的都是一样的，跟我们小时候吃的一个味儿。好啦，这个我拿后边去呗。哇，超黏糊，这个芝麻酱巨香，我的妈呀！真没错，裹满芝麻酱的鸡腿。你吃这个一定要多加糖、多加醋、多加芝麻酱才好吃。这种麻辣烫要不糊嘴的话就没意思了。哇，你能听到那个麻酱那个黏糊糊的声吗？这玩意儿大开杀戒啊！好好吃，巨好吃，巨香。那个芝麻酱它酸甜辣的，一定要多加醋和糖。芝麻酱也是他们家的特色，它不是普通那种芝麻酱，是它调过的。这碗椒盐黏看起来太爽了，我天哪！吃起来更爽。哇，还麻麻的呢，麻椒吃起来麻麻的。给你分一个我的串吧，这芝士棒吧。这个炸串真的就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旁边的炸串一模一样的味儿。哇，这边芝士好香。有人不喜欢吃他家的麻辣烫，但是有人专门为了他们家的串儿来，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俩是最合适的组合。南方饭友可能会吃不习惯，他们可能觉得这很奇怪这个组合，但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么吃的。哇，这白好吃。我要尝试鸡排，好吃不？这是老板娘手工做的大鸡排。外面嘎嘎酥，里面嫩嫩的鸡肉，这个酱料可重口了。我带你吃的东北菜，东北麻辣烫啥的，是不是没有踩雷的？毕竟我的嘴是在东北长大的。好爽！吃完这一大盘，继续去炖腿。冬天在小棚棚里边吃一碗热乎的麻辣烫，真的就很舒服。海南现在都有哈气了。尝这个，老板娘自己做的湿蛋，湿蛋，2个成年男子1盆也够了，我这种顶配的我根本吃不完，太多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东北吃这个黏糊麻辣烫的时候，我有多激动，我当时连这个盆儿我都快吃了。好爽，这个就是对我炖腿的恩赐啊！吃饭吃出舒服的境界，可能就是最高境界了吧？这是啥？旋风土豆。我觉得上次来吃这个土豆的时候，它上面还能给我弄的5颜6色的那个小粒儿、巧克力。哦，满足了。下雨天吃一碗热乎的麻辣烫真的很爽，我已经香晕了。今天就这样吧，规定在你说的饭馆，明天见吧，拜拜。现在是凌晨12点，我们来到了重庆万州，去吃一个地道的万州烤鱼，我们去尝尝。走这，这条街就是这2家烤鱼店还开着，都是小粉灯，一个挨一个的。姐姐，烤鱼在哪里点？小鱼得多少个？这1斤得多？不是，这一条多少斤的小的？7斤4两。7斤4两。OK， 可以。这就不要看了，这个不要看了。一个泡椒，一个蒜香，好古老而又包浆的一个屋子，那种就野外生存的感觉。还要刷这个油吧，这个铁架子已经入味了，这才是真正的烤鱼。哇！
看看得了，这不是我们的。我感觉咱俩点多了呢。这是泡椒的。哎呦，这俩好大一坨呀！是我们的夜宵，7斤的大鲤鱼，吃不完不能走，铺了满满一层的蒜，你都看不着我那大鲤鱼了。这个就是一层泡椒，我就是怕这个鱼刺儿多。烤完了之后那个壳是硬的，一层椒壳，我先尝尝。是不是烤生蚝的感觉？哇，这个口可好吃，刺儿真的少。饭友们，我这块大鱼肉夹给你吃吧。经常在外边吃那个烤鱼，大部分都是炸出来的，那种鱼就没啥味儿，不入味儿。这个鱼就真的很入味儿，蒜蓉鱼，要多放点蒜。这个没事吧？好吃。都炸的。最好吃的就是这，就它一个皮皮的地方。这个鱼皮贼够劲儿。得够劲儿！我刚到万州，我们打车的时候就看到几个大字儿：万州烤鱼学院。今年有饭友报考吗？在哪里学的啥？学个理论。学烤鱼理论是吗？拍起来就很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烤鱼，但是你吃上这一口的时候，你就发现咱之前吃的是啥？你之前吃的全是料味儿，没有鱼味儿。能吃辣的你就吃这个，是这个泡椒的，都被这个泡椒埋起来了哦。里边肉嫩嫩，外边焦焦，还贼入味儿的，都不舍得吃。泡椒这个就有点那个酸辣的感觉了，木姜有点像冬阴功里边那个味儿。我真的吃出来冬阴功的感觉了，应该就是那个木姜子，是不是？这个就很东南亚，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了烤鱼的快乐，很浓的冬阴功的味道，它是带酸的。泡椒不辣，其实也。泡椒不辣。这一口咋样？这一口要吃人就今晚都能睡个好觉。重庆吃辣的东西的秘诀就是快吃，不然它越煮越辣。哇！我之前就在想，我要吃这东西，我一直吐刺儿怎么办？比我想象中的肉多了。吃鱼最好吃的就是吃到这个步骤，这要慢慢迷了。你不知道啥叫迷了吗？这叫迷了。你要嗦了这个缝。我第一次觉得烤鱼这么好吃啊，会不会很胖啊？烤的没放油，它也没写着热量，应该就不胖啊。东南亚。木姜子那个味儿太冲了。非常好吃，可能也是最近吃辣吃太多了，然后换一个口，突然觉得啊，好幸福这个味道。饭友们来了，一定要尝尝真正的烤鱼是啥样的啥味儿。今天就这样吧，给我点赞你说的饭友们，明天见，拜拜。